成年人最大的谎言，我很好。我很好，这大概是成年人世界里使用频率最高，也最言不由衷的一句话。当同事随口问起近况，当父母打来电话关心，当朋友聚会时寒暄，这三个字总是条件反射般的脱口而出。哪怕此时此刻内心正经历着山崩海啸，哪怕生活已经乱成一团，我们还是习惯性地戴上微笑的面具，轻声地说我很好。为什么我们如此执着于这个显而易见的谎言？因为我们害怕成为别人的负担。在这个崇尚独立自主的时代，示弱似乎成了一种羞耻。我们担心倾诉烦恼会被视为无能，担心负面情绪会吓跑身边的人，更担心一旦卸下伪装，就再也拼不回那个完美的形象。于是我很好成了我们最后的盔甲，即使它重的让我们喘不过气。记得刚参加工作那年，我租住在城市边缘的一间小公寓里。某天深夜加班回来，发现水管爆裂，整个房间被水淹没。我蹲在积水中收拾漂浮的物品，手机突然响起，是母亲打来的视频电话。我慌忙擦干眼泪，把镜头对准唯一干燥的天花板一角，用最轻快的语气说：妈，我很好，刚和朋友聚餐回来了。挂断电话之后，我终于放任自己哭出声来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，成年人的孤独不在于无人陪伴，而是在于不敢让任何人看见自己的狼狈。但问题在于，当我们不断重复我很好的谎言时，我们不仅欺骗了别人，更开始欺骗自己。我们渐渐相信生活就该是完美无缺的，任何挫折都只是个人失败的证据。这种扭曲的认知像滚雪球一样，让原本可以分担的痛苦变成压垮我们的重负。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情感压抑，指的就是这种长期伪装积极情绪导致的心理损耗，它最终可能引发更严重的焦虑或者抑郁。其实承认我不好需要更大的勇气。我的邻居张阿姨是个退休教师，丈夫去世之后一直独居。有次在楼道遇见，我随口问她近况如何，她沉默了几秒说：说实话，这几天特别想老伴，心里空落落的。那一刻她的坦诚反而让我肃然起敬。后来我们常一起喝茶，她说出心里话反而更轻松了。真实的情感流露才是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连接。生活从来不是社交媒体上精修的照片，而是由无数个没那么好的日常拼接而成。允许自己偶尔不好，才是对生命最诚恳的态度。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《挪威的森林》中写道：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，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，但它一直在那里，总会在那里。迷失的人迷失了，相逢的人会再相逢。这片森林或许正是我们藏起脆弱的地方，而走出森林的第一步就是停止说我很好，
当你下次想说我很好的时候，不妨换这个回答：最近有点累，但会好的。或者不太顺利，不过谢谢关心。你会发现世界不会因为你的真实而崩塌，相反，你会遇见更多温暖的双手。那些愿意倾听你雨天的人，才是值得珍惜的晴空。成年人的强大不在于永不倒下，而是在于跌倒后敢于说帮帮我。撕掉我很好的标签，我们终将明白，脆弱不是弱点，而是人性最柔软的光辉。